我是卡皮桑，今天想和你好好聊聊一座从来不靠浪漫包装，只靠鲜明毅力与超凡智慧撑起来的城市——威尼斯。世人都爱称威尼斯为亚得里亚海明珠，总以为这座水上城市一开始就是诗情画意、巧影流波的梦幻模样，运河蜿蜒，贡多拉轻摇，满眼都是浪漫风情。但真实的历史从来不讲童话。威尼斯的诞生从来不是刻意选取的风水宝地，而是一场走投无路的生存逃亡，是古人在一片烂泥滩、咸海水之间，硬生生从淤泥深处盖出来的人间居所。它没有坚实的陆地根基，没有天然的淡水资源，甚至连一块能平稳落脚的土地都没有。整座城市扎根在泻湖的软泥与浅海之间。从建成立基、盖屋筑墙，到日常饮水、污物处理，每一处生活细节都是前人与海水、淤泥、咸潮对抗的智慧结晶。时间拉回西元5世纪，罗马帝国分崩离析，欧洲大陆战火四起，外族不断侵袭意大利北岸的陆地城镇，阿圭莱亚、阿尔蒂诺这些繁华聚落纷纷被战火摧毁。无家可归的居民为了逃离战乱，只能舍弃熟悉的陆地，往无人愿意踏足的威尼斯泻湖逃难。那时候的泻湖根本不是适合定居的地方，100余座荒凉小岛散落水面，岛与岛之间是浑浊的淤泥浅滩，脚踩下去就会不断下陷，海水咸涩无法饮用，潮起潮落之间，整片滩涂都会被海水淹没，没有道路，没有房屋，没有淡水，只有一片茫茫水雾与软绵绵的淤泥。但逃亡的人们别无选择，陆地已无安身之处，唯有这片海水环绕的泥沼能挡住骑兵与军队的脚步。就这样，一群求生的先民开始在这片不被世人看好的水上淤泥地，开启了一场旷世的建成工程。而这也是威尼斯所有生活故事的开端。最先要解决的第一道难题，就是如何在流动的淤泥上打下地基。这也是威尼斯最让后人叹服的工程智慧。一般陆地盖房，只要夯实土地、挖地基就能起楼。但威尼斯泻湖底下表层是数米深的软淤泥，质地松软，极易流动。只要稍微挖开一处，周边的淤泥就会立刻涌来填补，根本无法像陆地那样开挖传统地基。若是直接在淤泥上铺石头、砌砖，不用几年就会被淤泥压陷倾倒，更别说建起数层高的楼房。古人在长时间观察与尝试后，想出了一个看似朴素却极具远见的办法：打木桩地基。当时的威尼斯本地并没有足够的坚硬林木，人们便从现今斯洛维尼亚、克罗埃西亚一带的深山森林大量运进耐海水腐蚀、木质坚实的落叶松、橡木、赤杨木。这些树木被截成2米到5米不等的长木段，将桩头削得尖锐。随后工匠们合力将一根根木桩垂直往下狠狠夯进泻湖的淤泥深处，一直穿透松软的淤泥层，直达地底深处坚实的粘土硬层。这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，每一栋普通民房都要打下数百根木桩，贵族宫殿与公共建筑更是要上千根木桩密集排列，木桩与木桩之间紧紧相挨，几乎不留缝隙。不仅靠自身扎实地底，更靠密集的排列挤压周边淤泥，排出淤泥中的水分，让原本松软的泥层变得紧实坚固。整座威尼斯下藏着数百万根木桩，后人常说威尼斯是一座倒置的森林，地面之上是城邦屋舍，地面之下是深埋水底的茫茫林木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很多人会好奇，木头常年泡在海水淤泥里，难道不会腐烂吗？这正是大自然与古人的智慧的完美契合。泻湖淤泥深处是无氧环境，再加上海水富含矿物质，木桩常年浸泡其中，不仅不会腐败，反而会慢慢矿化、硬化，质地变得如同石头一般坚硬，千年不腐，屹立不摇。千百年过去，
那些深埋水底的木桩依旧稳固，撑起了整座城市的重量，成为威尼斯最隐秘也最坚实的骨架。木桩夯实固定之后，接着就是盖屋筑房的完整工序。工匠们会在齐平的木桩顶端交错铺上厚实的松木板材，铺成一整片平整稳固的木质平台，如同在海上搭起一座巨型木筏。有了这层平台作为缓冲，就能均匀分担上方建筑的重量，避免局部受力下陷。平台铺好后，并不直接砌砖盖房，还要再铺上一层特殊石材——伊斯特拉石。这种石材质地紧密，孔隙极少，防水抗渗，不怕海水侵蚀，是从亚得里亚海沿岸专门运来的珍贵建材。一层层石材平铺叠砌，把木质平台完全隔开，杜绝海水与潮气往上渗透，也让地基更加平整坚实。做完这整套基础工序，才正式开始修建墙壁、楼层与屋顶。早期威尼斯人为了方便，多用木材搭建简陋木屋，但泻湖潮湿多风，又容易发生火灾。后来便慢慢改用红砖、石材砌墙，屋顶铺上防水瓦片。因为地处水上，空间珍贵，这里的房屋大多紧密相邻，楼层越盖越高，巷道狭窄曲折，没有陆地城市的宽敞大街，只有纵横交错的运河与窄巷。房屋依水而建，门前就是河道，出门不靠车马，只靠小船往来。更有趣的是，因为整座城市都在软泥地基上，每栋建筑都会随着时间轻微缓降。工匠在建设时早已算好沉降幅度，刻意把楼房盖得略微倾斜，地基预留高度，让房屋即便历经数百年淤泥沉降，依旧不会倾倒坍塌。我们如今去威尼斯看到有些房屋微微倾斜，并非建筑失误，而是当年工匠早已考量在地质特性里的精巧设计。解决了盖房定居的难题，接下来最迫切的生活难关就是日常饮水。身为水上城市，四周环绕的全是咸涩的海水与泻湖咸水，又苦又咸，完全无法用种做饭。在没有现代自来水管道的中古世纪，能不能找到干净淡水，直接决定威尼斯人能不能活下去。聪明的威尼斯人没有坐等天赐淡水，反而自创了一套完善的雨水收集过滤系统，也就是遍布全城广场庭院的公共古井。这不是我们印象中往下挖就能涌出泉水的天然水井，而是完全人工打造的雨水净水储水系统，设计思路精细又贴近自然。当年建造每一座广场时，工匠都会先把广场地面往下深挖5到6公尺，四周用防水粘土严封死，杜绝外头咸水渗入。地底分层铺设粗石、细沙、活性炭般的滤料，层层堆叠作为天然过滤层。广场地面会铺上带有缓坡的石板，屋顶也都装有导水凹槽。每当下雨时，雨水顺着屋顶导草、广场斜坡，自动流入4角的进水口，随后渗入地底的砂石过滤层，经过多层净化过滤，去除杂质与尘土，最后汇集到地底的密封蓄水池里，变成干净清甜、可以直接饮用的淡水。地面上只留下精致的石质井口作为取水之用，平时盖上石板，防尘防污。整座威尼斯前前后后打造的600多座这样的人工古井，遍布大小广场、贵族庭院与教会周边，成为全城人的淡水命脉。当时还有专门守护水井的管理人员，城中还会固定敲响水井钟声，早晚准时开放取水时段。居民们提着水桶、陶罐，有序来到井口打水，成为威尼斯日常最温暖的市井画面。光是雨水还不够供应全城人口，后来还出现了专门以运水为生的行业，人们称他们为取水人。这些人驾着小船到陆地的布伦塔河汲取干净河水，再运回威尼斯，倒入公共古井补充水源，弥补雨水不足的问题。
就这样，靠着人工滤井、雨水收集、河道运水3套方式，威尼斯人在满是咸水的西湖里，硬生生解决了1000年的饮水难题。解决了住与喝，接下来就是最现实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生活污物处理。一座数万人聚居的水上城邦，日常的厨房废弃物、生活脏水、便会污物，如果随意堆放倾倒，不用多久就会让运河发臭，疫病蔓延。再加上西湖潮湿闷热，一旦卫生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早期的威尼斯民宅，屋内都设有砖砌密封的污物收纳空间，人们会将夜壶、秽物、生活垃圾先集中存放，再由专门的清洁人员定时清理运走。一般平民住宅会在庭院设置简易户外厕所，贵族宅邸则在屋内规划专门的污物排放管道。只是早期管道多直接通向运河，一开始人们直接把生活脏水、废弃物排入河道。但很快威尼斯人就发现，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，运河逐渐淤积发臭，不仅影响生活品质，还容易引发瘟疫与传染病。于是城邦政府开始颁布严格的卫生法令，禁止在运河里洗衣、倾倒染房废水、屠宰废弃物，把会产生恶臭的染布、屠宰等行业强制迁移到城市外围的西湖边，远离居住区域。到了16世纪，威尼斯更是建立起领先当时欧洲的地下污水隧道网络。每一栋房屋的生活脏水、废弃污物都会透过屋内管道汇入地下隧道，再统一导入外围较宽的运河与泻湖。他们巧妙利用泻湖每日2次的潮汐规律，涨潮时，外海干净海水涌入运河，冲刷河道，置换脏水；退潮时，潮汐把隧道与运河里的固体沉淀物、污物一并带往外海深海区域，让海水自然净化。海水本身的高盐度也有天然杀菌消毒的效果，大大减少了细菌滋生与疫病扩散。就靠着法令规范、地下排污系统与潮汐自然调节，威尼斯在没有现代化污水处理厂的年代，维持了整座水上城市1000年的卫生整洁，没有陷入脏乱淤塞的困境。这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城市里是极为难得的成就。我们总是习惯用浪漫的眼光看待威尼斯，看它的小桥流水，看它的贡多拉飘摇，看它的古建风韵，却常常忘了，这座美丽的水都从来不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而是一群逃难的先民，凭着不服输的韧性、细致的观察与超凡的工程智慧，在烂泥与海水之间，一木一桩、一砖一石，慢慢搭建起来的家园。它的地基是数百万根千年不腐的木桩，藏在淤泥深处默默支撑。它的房屋顺应地质沉降，在水上稳立1000年。它的淡水来自人工打造的雨水滤井，把咸水环绕的荒岛变成宜居城邦。它的卫生靠着顺应潮汐的排污设计，守住了市井生活的干净与安稳。每一处生活细节都藏着古人与自然博弈、与环境共生的生存哲学。没有浮华的浪漫，只有踏实的智慧与坚韧。夜色慢慢沉下来了，斜湖的风变得温柔，就像威尼斯1000年来从未改变的平静。不知道听完这段水上城邦的建造与生活故事，你是不是也对这座城市多了几分真实的认识？夜深了，愿你也能伴着如水的安宁，好好放松入眠。我们下次再慢慢聊更多古城的温柔往事。晚安喽。